助人欲望最易燃，犯罪赎罪灭罪，丑恶是原罪。遐想狂想假想妄想难抵挡梦想，思念一念执念既不愧信念。炫目中却有种力量，昔日繁华变荒诞，烈火里的黑暗用这门击剑。越过他少不尽谎言难救，除非许下真相降临。人间世界，所有我所有罪，熄灭或者剩下黑灰。不必记得我们坚毅的脸，好男儿志在天地间。我们从未失手，守护你的伤口，用力驱散邪恶迷雾。我与神仙交手，没有任何借口，用力追赶烟火迷雾。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Ignite your fire, fire, fire. 长官，真的去物业调监控，也问问案发现场有没有目击者。是。拍下来了。让拿去。春儿，你那什么情况？尸体上肢呈斗拳状，身上的衣物和毛发大部分损毁，皮肤烧焦碳化，尸体有过滚动和挣扎的痕迹，双眼反射性紧闭，外眼角呈鹅爪状改变，而且他口鼻处有烟灰痕迹，生前没有暴力致死的迹象，可以判断为生前起火。你发现起火点了吗？就是死者本人，根据蔓延痕迹，应该是从门口开始。整个屋子里面，烧得最严重的就是死者。这一路他挣扎的痕迹还引燃了其他物品，这符合起火点和火焰蔓延的规律。只不过有一点，我比较好奇：死者为什么本身在看着某个地方？死者想灭火的话，不会跑到这儿。是不是在看什么东西啊？毛毛，哎，帮忙，快！雪野。死者名叫甄博士，男，67岁，妻子于2年前因病过世，俩人育有一子，人在外地工作，目前正在赶回来的路上。尸检结果确实是生前起火，死因是严重烧伤导致休克性死亡。甄博士生前是滨江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的院长，工作关系简单，暂且没有发现有任何仇家。在死者的通讯录里显示，他1周前的通话记录比较少，几乎都是与儿子和老友之间的日常寒暄，内容并无异常。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死者家的门锁上有发现被工具打开过的痕迹，不排除有人曾从外部入侵。火源方面，死者生活规律，深居简出。周围的邻居表示，死者有严重的洁癖，每一次拿到快递都会喷洒大量的酒精进行消毒。而我们确实在死者家门口发现了装有高浓度酒精的喷壶。是酒精引发的火灾，或者酒精是助燃剂？酒精虽然是常见的助燃剂，但我们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符合条件的火源。于是后来我们又对死者的衣物进行了检测，发现上面有残存的硝基甲烷成分。硝基甲烷和足量的酒精混合后燃点极低，只要静电的热值便能将其引燃。引燃后的火焰是无色的，所以这次很有可能是人为设计的火灾。凶手先是趁甄博士不在家时用开锁工具进入，然后在甄博士的几件毛衣中喷洒了混合乙醇的硝基甲烷。随后，凶手只需要等待甄博士回到家，再往自己的身上喷洒酒精。死者有洁癖，目前的证词只能证明，死者只会对快递等来自外界的物品进行酒精消毒。至于他是否进门后会往身上喷洒大量酒精，在这一点上，凶手似乎没那么容易保证。这一点确实很可疑，因为硝基甲烷只有和足量的酒精混合后才能被静电引燃，如果只是随意的喷几下，凶手完成不了这次纵火。这个应该是当时凶手潜入死者家中，喷洒硝基甲烷之后留下。那可是这凶手不会担心死者发现这些字儿之后直接报警吗？经过检测呢，是用酸性物质写的，只有受热之后才会显现出来。顺非而泽出自《荀子·右作》，人有恶者五，而盗窃者不与焉。一曰辛达而显，二曰行辟而坚，三曰言伪而辩，四曰记丑而薄，五曰顺非而泽。顺非而泽的意思就是明知他人在做坏事，却顺势而为，甚至助纣为虐。首先，凶手对死者有一定的了解，知道他有洁癖，有使用酒精的习惯。第二，甄博士在生前做过助纣为虐的事儿，而凶手应该就是受害人。第三，凶手性格偏激，在杀死甄博士后，敢明目张胆地写下这些字，并且带有强烈的审判意义。接下来的侦查方向是调查甄博士生前做过什么对不起他人的事儿，还有再次深入调查甄博士的社会关系。你刚才说甄博士是滨江理工大学的？没错啊，化学与化工学院的院长。那有一个人你应该着重调查一下。沈队，小区监控和电梯监控已经查过了，这是监控录像。甄博士每天早上6点准时出门买早餐，今天也不例外。小区的保安也可以作证。这就可以解释凶手为什么这么笃定甄博士会喷洒大量酒精了。他很可疑。我现在就去调查这个人的身份。不用了。他是陈毅。我之前调查过，20年前，滨江理工大学发生过一起
实验室爆炸案，这导致其中一个科研人员何如年的死亡。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就是沈毅。最后这个案子被定性为意外，因为沈毅是主要的负责人，加上当时舆论四起，最终以沈毅的离职告终。当时化学与化工学院的院长就是郑博士。现在让人最担心的是5个当中已经出现其中一个，所以沈毅要对付的人肯定不止一个。加大力度搜捕沈毅，他去过甄博士的小区，顺着监控查。还有，再次调查20年前滨江理工大学那起爆炸案所有的相关人员，如有异常，立刻上报。是。走吧。黄奇，哎，来，1、2、3，顺着一路去查。通知大家一声啊，这案件比较复杂，然后这个嫌犯可能会采取更极端的方式，希望大家能默契的配合，把这次任务完成啊！辛苦啊！怎么样？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吴大，这可能是一起连环杀人案，您知道吧？大概情况我了解，怎么了？您是不是参与过20年前滨江理工大学那起爆炸案的侦查？对，那跟这有什么关系吗？请问爆炸案是否有了结论？案件的进程我们日后会在官方发布，请大家不要妄加揣测，我们都是秉公执法。放了沈教授，谁又来为无辜牺牲的何教授的性命负责任呢？我说了。沈毅教授在法律上的确跟这案子无关，但其他方面，我们不做判定。沈教授，难道您不打算给民众一个公正公平的交代吗？你干嘛要逼问我呀？我现在被释放了，就说明我是无辜的。我同事死了，我也很难受。我当时就是好像挺生气，多说了几句。如果按照沈毅的杀人逻辑，就是与20年前那起爆炸案相关的人员，您很有可能是他们其中的一个目标。不可能，绝不可能！我当时就是一小民警，他记不记得我是谁都不见得呢。您当时不是当着记者说了讽刺他的话吗？那不排除他因为这个记恨您。哎呦，你放心吧，咱就算退一万步说，我在其中，那你这5项我能对上哪项啊？行辟而奸，这啥意思啊？根据字面意思就是行为怪异，固执己见。我固执己见，行为怪异吗？啊，吴大，您别生气，这只是我们的推测而已。你小子是不是跟他们胡说八道了？我真的什么都没说，而且您的行为也不是很怪异。我固执己见呗。案子破了是吗？有闲暇时间了是吗？拿我开上涮了啊！好，干他！收拾。
我在想，你说记仇而搏，能不能是针对媒体工作者的？刚才吴大不是也说了吗？当年那个案子，很多记者都很关注。那会不会，其中一个目标，就是当年案件中的某一个记者？那些记者我没联系过，那时间太长了，能联系上的，我们都提醒他小心了。但如果真从里面找一个的话，一定是具有独特性的。谢谢老关，回头我请你吃烤串。这是您的咖啡，谢谢。哎，早，雨田。早。高兴。哎呀，弄好啦？啊。昨天晚上弄到几点啊？差不多2、3点。哎呦，2、3点，辛苦了啊！回头你写东西的时候啊，注意一下，注意现在年轻人喜欢看什么东西，高概念的、强情节的，是吧？现在短视频那么发达，我们写稿子的一定要跟上人家的这个节奏。哎呦，怎么了，胡主编？沈队，有人报案，是一个叫胡谢的记者，说收到一张用血写的纸条。胡谢，记仇而搏。辖区派出所已经派人去接了。人来了，赶紧送会议室。是。怎么发现的呀？我有一个习惯，每天早晨去报社之前都会点一杯咖啡。今天像往常一样，咖啡送来了，但是工作人员没有看到字条是谁放进去的。对这个人有印象吗？眼熟吧？那这个呢？也有点眼熟。我这个工作性质，每天接触的人很多，不是每个人都记得清楚的，有可能是我以前采访的对象吧。这个字条跟他们俩有关系吗？20年前，滨江理工大学那起爆炸案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你这么说，我有点印象了。这个人是当年造成爆炸的人吧？如果我没记错，这个人是他的领导。详细说说。这么多年了，好多事情我都已经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如果你们要查的话，有很多影像资料、新闻报道，你们应该都能查得到的。胡记者，根据我们的调查，20年前这起爆炸案你有完整参与过，他在你的履历当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当年你还是一个小记者，报道完这起案件以后，你很快就变成了本市著名的大主编，你名利双收。我不相信你不记得。当年这个案子很轰动的，全市的记者都在跟踪报道，我也是其中的一员而已。我知道你是其中的一员，但为什么其他记者没有受到威胁，只有你受到威胁了呢？我相信，你与其他记者有非常明确的不同点。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，不然你会有危险。我会有什么危险啊？我不知道你们俩有什么关联，但是这个人已经死了。我们在密案现场发现了这个，他与你的记手而搏出自于荀子的五恶，你很有可能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。连环杀人案吗？胡记者，20年前滨江理工大学那起爆炸案，你在隐瞒什么？
20年前呢，我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记者。韩总，您今天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是有点事儿，是关于滨江理工大爆炸案的事儿。哦，那个案子是我一直在跟着的。您是有什么特殊的线索要向我提供吗？这样，我给你一个建议啊，你去采访一下沈一。哦。争取呢诱导他说出一些不靠谱的话，一句就好啊。后期的发酵，你放心啊，我会做出一个大文章出来。韩总，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呀？您是和他有仇吗？韩总，我是一名记者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别多想，没其他意思。沈一是这次爆炸案的罪魁祸首，如果你能让他绳之以法，你作为媒体人也是自豪和光荣的，对吧？要是我像您说的那样做了的话，他们学校会告我吗？如果我让你成为一个大主编，他们还敢告你吗？啊？就是因为你那期报道，沈一身败名裂。甄院长死了，看来他当年和我做出了同样的选择。是沈一要杀我吗？找你那个人是谁啊？是韩氏集团的总裁韩坤。胡记者，最近减少外出，最好待在家里。我们会派人保护你。我可以接受你们的保护，但是我还是要正常的外出工作。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是大新闻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新闻，我第一次身处漩涡之中，还是一个连环杀人案的当事人，我是不是应该好好利用这次机会啊？而且，最好他就真的盯上我，这样的话，我可以在你们警方的保护下，成功脱险，这样我的新闻素材也有了，你们警方也可以树立正面的形象，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？首先，我们警方不需要你来帮我们树立形象。第二，就算你拿到一手资料，出于案件保密原则，你也不能发表。第三，我个人建议啊，待在这里，这里是最安全的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没有权利限制我的人身自由吧？我们会派人保护你，请配合我们。好的，只要可以让我外出工作，怎么配合你们都可以。掌柜，机灵点，一定保护好胡谢的安全。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。好，把胡谢公司附近的监控调出来，我看看。比起胡谢，我更担心沈一会去杀那个我们不知道的目标。因为从沈一的角度来看，当年他觉得自己没错，是有人陷害的。但起码先保护一个呀。吴大，哎，吴大，您那边现在还能调开人吗？我担心我这边人手不够。我这边也在盯着几个案子。行，那我帮你试试申请一下。谢谢您。
哎，嗯，你不觉得武大有点奇怪吗？哪儿奇怪啊？有点扭捏。扭捏，这词儿能从你嘴里说出来，我倒觉得挺奇怪的。走之前盯着白板看了好一会儿呢。啊？可是武大为啥不把新锦旗挂出来啊？白纸，哎，沈队，武大挂锦旗。武大刚才收了个锦旗，但看着挺神秘的。哎，干嘛呢？武大，跟了我5、6条街了吧？没有，我们俩就你们俩这德行还跟人呢？谁让你跟的？那个谁，跟我回队里。是。你们俩过来站着。沈爷，你给我过来！这什么都跟不住。许参谋，谢谢。关门。你小子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武大，您是不是收到一锦旗啊？白纸都看见了。您收到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呀？我一个老刑警，我小心点就行了。我用得着你保护我呀？啊？湖县那边人手都跟不过来呢，你还给我安排2个人，你人手我富裕啊？武大，您就1个人，你要万一碰着沈一，您现在这么大岁数了，沈一这人不好对付，他用什么手段我们完全不知道，我必须得派人跟着你。我是小绵羊啊，我有你说的那么弱吗？我不是这意思，我知道您是为我们考虑。您看，现在甄博士已经死了，湖县这边收到一个纸条，上面写着弃守而搏，您这边又收到一个行辟而奸，咱能为大局考虑一下吗？我真就这样啊？不是我说的，反正不是我说的，你滚！我告诉你啊，野子，再派人跟着我，别让我发现啊！那发现不叫本事。是。回来，关门。好。把这调过来。好的，把这放带。
再找一昨天的，调那儿我看看。好。那个找你的人是谁呀？是韩氏集团的总裁，韩坤。帮我查韩坤的墓地在哪儿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带我去看监控。好，来这边。沈队，我们在湖蟹单位，目前他在正常上班。哥，那边也没有消息，继续查。复兴路没找到，水清路我也没找到。小志，继续查。是，吃过了。差不多这个位置一直到这儿，这片区域赶紧去看，好吧？去看，然后现在立刻去查，现在去查。有什么发现吗？这两张都会。白姐，哎，来看一下。黄喜，有什么异常吗？吴大和胡谢身边一直有我们的人盯着，也没发现什么异常。全程监控排查到现在，也没发现沈一的踪迹。会不会是我们布控的太好了，导致他无从下手，所以才一直蛰伏啊？不下手是好事，难不成让吴大或者胡谢去做诱饵啊？沈爷，韩坤墓碑上被写了“辛达而险”4个字。韩坤？对。还包括已经死了的人？对。现在5个里面，我们对应上4个，还差最后1个了。难道最后一个其实也已经死了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，但这事儿没法赌，必须得尽快抓住沈一。对，我也这么想的。先看看能不能推出最后1个。如果实在推不出来，我们就换个思路找沈一。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。我们得化被动为主动。沈队，你对沈一最了解了。沈一，我就是想说，你觉得他有没有可能做出什么行动？我对他了解，我一点都不了解他。之前邓宝强感化他，让他回家，带他来自首。先不说白等了1天，没想到第2天，他就开始杀人了。王许，你怎么想？我去墓地查过监控，墓碑上被写字，是他逃跑的第2天，也是你登报找到的当天晚上。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太巧了。你觉得
他走投无路的时候，会想见你最后一面吗？等着被我抓呀？不是，他逃跑之后一直非常努力地隐藏自己的踪迹，然后突然间开始高调杀人，还是你登报叫他回家之后，这个反转太突然了。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。还有就是，你这几天生活上有什么异常吗？黄奇，查监控的时候，咱们这附近的监控你查了吗？没有。这离沈队家就差一个路口啊！不会吧？这真的是沈一？他怎么敢到咱们这附近？真不怕被发现啊？先别管他的目的，所有人按这一路查他的行踪。是。哎，老板你好，你见过这身打扮的人吗？啊，没见过。师傅，这几天您见过这身打扮的人吗？啊，没有，没经过。确定没见过？确定没见过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啊。啊，谢谢啊。啊。没事儿，大海捞针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干刑警又不是1、2年了，早习惯。哎，师傅，对，执行任务呢？啊，忙着呢。哎，最近看见我爸了吗？我看见了，我前2天搁道上给了快递呢。快递？来，你下来，我问点话。来，什么快递啊？谁给的呀？你这有单号吗？给我看看。我没有单号，哥，是那天搁道上有个人拦着我，说我东西要寄到你家。有人在道上拦着你？对，说这个东西挺重要的，完了一定要亲手交给你。嗯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当天挺忙的，那个在道上看见沈老师了，我寻思给他和给你都一样，我就给他了。那沈一会出现在大队附近，一路跟着你，说不定是想见你一面自首。难道是快递里的内容改变了他的计划，这末世才会出事的？所以快件的内容一定和当年的案件有关。还有谁知道当年的事儿啊？韩家的人。哎，王师傅，你帮我看看啊，那天给你快递的人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确定？确定。谢谢啊。确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韩军可能出事了，现在联系不上他。他的工作人员说也没见过他。这是你家那望远镜？对。应该是沈一。等归。这辆车可能是套牌车，记住了，去查。记一下。我已经去了，沈队。上车。
大哥，你们的规矩我懂，我不看你的脸，我也不问你的名字。你要多少钱？你跟我说，你把我放了，咱们都好商量。材料是你递的吧？什么意思啊？你们是不是找错人了？什么材料我不知道啊！哼，别装傻了。那些东西除了你，没人能接触得到。找你的路上经历了无数日落，哪怕多遥远，我也不计较后果。刀山火海都难不倒我，只怕你心冷也看不到我。静电引发火灾，秋冬干燥，静电无处不在。秋冬季尽量选择天然纤维制作的衣物，如棉麻等。要勤洗手，多喝水，做好皮肤保持室内湿度，预防静电。加油前停车熄火，用手触摸金属释放静电后再加油。加油时油枪深入油箱，减少加油过程中油气挥发。加油期间不要来回上下车，避免接打电话。就当我只是路过，山路险阻也不敢忘记承诺，命运弯曲关关都能挨过，纠缠如烧不完的漫山野火，都怪春风吹过生寂寞，石头就不该打破，水面平和，沿路美景变成对与错，悔恨像粉心似火，血流成河，忘记爱过恨过却